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周一晨会，不早不晚地卡着领导开口的时间点，我的手机在桌子上接连震动。领导看了我一眼，我也仍然看着他，淡定地伸手拿过手机，关机。屏幕亮起的一瞬间，我瞟到了那个名字赵健。这下没法淡定了，鬼知道我的脸为什么忽然就红了，红的滚烫，红的持久，红的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领导又看了我一眼，这次我不看他了，我低下头，装模作样的在翻文件。赵健本名赵继安，因为当年他爸给他取名取得敷衍，所以现在叫他的名字就得清晰缓慢的吐字。大约4年前，我第一次因为这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，赵继安还不是我的卧底。那时候我们虽然年轻气盛，却很幼稚。他伸手攥住了我后颈处的 T 恤，他微微扬起脸，别说，下颌处的弧线还挺好看。他说：“郑云云，你是不是想死？”4年后的今天，我从会议室里出来，一张一张翻看着他发给我的照片。我的想法只有一个，我想咬死他，没别的。他发的是我的照片，偷拍的。我看着那些照片，脸颊滚烫，手脚冰凉，我气得打字的手都哆嗦了。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你。他胆敢用语音回复，声音里带着笑，去哪里告？我又没敲诈你。再说了，是个人都看得出，这不过是恋人间的小情趣。我恼火，赵继安，你还是不是个人了？他还笑，你说呢？你不是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检查过了？我语塞。好吧，我承认，自从那一夜之后，他的声音好像顺着我的耳朵眼儿钻进了我的大脑里，那种心酥腿软的感觉就不做赘述了。因此，作为他的雇主和上线，我拒绝他的见面和通话请求已经1周多了。是的，我们仍然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怪就怪血气太方刚了。赵继安还在说，你别不跟我见面啊，我还有事情跟你汇报呢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风筝和飘萍。什么破比喻？我忍不住嘴角上翘，给他打字，把照片删了。见面就删？见不见？我在编辑框里输入了一个键，又默默删除，怂巴巴的回复见。他满意了，声音温软带笑，乖，我可去你的吧。24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赵继安，是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吵架，据说吵得都快分了。他的一个朋友刚好是我室友的男朋友，我们这几个人纯粹是闲的，才会想要去给他们当和事佬。他们吵架的原因是女朋友提起他们刚恋爱时的一次相约逃课，他说是下午的第2节课，他非说是晚饭前的最后1节自习课。似乎算不上什么大事，我忍不住劝，哪节课不重要吧？你们记得哪天表白，哪天牵手不就好了？女朋友一下子就哭了。果然言多必失，我反应过来，赶忙找补，其实也不重要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，我还指了指室友的男朋友，不信你问他，他肯定也记不住。我可没想到，这货正埋头吃着灌汤包，既注意力涣散，又生怕被女朋友揍，居然飞快地反驳，我记得住。他说着，就烫嘴似的吐出了2个日期。赵继安无可奈何地看了我一眼，郑云云，你能闭嘴了吗？我的天，他还记得我叫郑云云。
后来听说他们分手了，我真怕被他追杀。再后来，因为一众共同好友，我和赵继安时常会在聚会上见面，久了就也成了朋友。就是他会揪着我后颈的 T 恤，问我是不是想死的那种朋友。有一次他问我，你怎么没有男朋友啊？我正在喝汽水，碳酸泡沫在鼓起的嘴巴里沙啦啦响，过了一会儿才半真半假的回答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其实我是个富二代，以后要回老家继承家产的。赵继安笑点低，显得好没见识。他笑得喉结直抖，还用手里的啤酒杯碰了碰我的汽水瓶。他说，我有点好奇，想看看你的男朋友会是什么模样。我笑了笑，那你别着急，他腿短，走得慢。赵继安笑得趴在了桌子上。所以你看，不谈恋爱多好，大家都很轻松，都很快乐。1年前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问他有没有认识的优秀的职业经理人，请他推荐给我。赵继安一下子就笑了，优秀的经理人？我呀？行吧，我承认他优秀，不然我也不会问他。我爸有3家餐厅，因为前几年生意不错，在一些人的怂恿下，他注册了餐饮集团，试图更现代更正规，结果适得其反，搞得一团糟。老爸很上火。我那个只比我大8岁的后妈也很上火，这2把火眼瞅着就从餐厅烧到了后院。这事儿我不能不管，但我好像也不能亲自去管，否则在我后妈那里无异于火上浇油。更何况我只会吃，哪里会经营餐厅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老爸唉声叹气，他说他把遗产都分配好了，我和后妈一人一半。这话成功地把我气笑了。您不过是血压升高和肝火旺盛导致的头痛头晕，至于吗？太至于了。我爸叹着气，你们俩现在看起来和和气气的，如果我突然一伸腿而走了，看不变成2只母老虎才怪。我嬉皮笑脸的努力调节气氛。咦，我已经不小心把虎头虎脑表现得这么明显了吗？这是我亲爸，从小护着我，宠着我，我受不了听他说这样的话。我转过脸，故作轻松地打趣，你可放心吧，老爸，餐厅照这么亏下去，我也就只能继承债务了。我爸笑起来，他在书页用空着的那只手抓起一个苹果，想要打我。请职业经理人的建议是我提的，我爸一下子就同意了。他想保全他的餐厅，也想保全他的婚姻。他反复叮嘱我，这个人一定要业务能力强，要可靠。赵继安业务能力强吗？当然。赵继安可靠吗？嘿嘿。我确定我最初真的没想到赵继安会亲自过来。在1年前的那通电话里，我跟他开玩笑，我们家是个小池塘，养不下你这大鳄，你帮我推荐个师兄弟就行。要业务能力强，人品可靠，长得好看些，要求还挺多。赵继安笑起来，他说，郑云云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先过去帮你管2个月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回想起来，心里的某些种子就是在那一刻落地生根，之后枝繁叶茂的。我应了，那我们见面说吧。我5岁的时候，爸妈就离婚了。我妈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而我爸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留下。之后他单身了很多年，直到我出去读大学的那年夏天，他才把我的后妈带回了家。后妈表现得小心翼翼，热情讨好，我也只能装作懂事乖巧。
我爸很满意，他悄悄地跟我说，他这辈子都只会有我这一个孩子，他让我放心。他说我终其一生都会拥有完整的父爱，他让我毕业之后就回来，在他身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这就是我老爸。我当然在乎钱，但我更在乎他的后半生是不是开心幸福。工作之后，我每周回家一次，很少过问餐厅的生意，赚来的钱也足够自己开销。我尽量让自己在家里的存在显得透明丝滑。但这次看着老爸和后妈吵架，我觉得很害怕。不厚道地说，他们俩的气质和状态看上去就像两代人。我心疼我爸，我担心他。我和赵继安坐在江边的观景亭里，我跟他说完了上述这些话之后，他看了我好一会儿，问：你怀疑你后妈？也不是。我认真地想了想，回答：我就是担心。我那个不安分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蹭蹭地冒出来。我向他凑近了一些，低声问：你能帮我个忙吗？赵继安看着我，嫌弃地将身子后撤。所以你要找个好看的。试探你后妈？你好龌龊呀。不是。我拍了他一巴掌，抓着他的衣袖把他揪了回来。我不方便频繁过问餐厅里的事情，我们俩也没必要显得很熟，但你能不能懂了？他笑了，不就是给你做个卧底吗？刚才可吓死我了。算是吧。我对他的善解人意很满意。我小姨，我后妈，她也不容易，她连个自己的孩子都没有。只要她不算计我爸，不在我爸头上植树种草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赵继安看了我一眼，还是少点自我感动吧。他没有孩子，说不定只是自己不想要。这话委实有些不好听，但我由此发现这位盟友似乎很靠得住。他还再接再厉地表达了诚意。他说：你放心，我会尽力。4半年后，餐厅的生意大有起色。我忍不住频繁地偷偷给赵继安竖大拇指，这让他有点飘。我们之间的对话也渐渐显露出不太正经的走向。我老爸很开心，他本来就爱热闹，时常组织扩大范围的家宴，而如今的范围之大，连赵继安也堪堪在座。半年来，在旁人看来，我和赵继安没有单独见过面，我也不常去餐厅，与他碰见的次数少之又少。至于我们是怎样接头的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我生怕被我后妈看出赵继安身上负有另一重使命，毕竟他和我老爸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挺亲热的。我和赵继安之间隔着3个座位，我给他发了条微信：你别跟我说话，别看我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拿起手机查看消息，然后利落地放下了。他没回复我。隔一会儿，他将一道菜停在了我的面前。他说：郑云云，你尝尝这道新菜。这菜好眼熟。没记错的话，我昨晚刚吃过。给我做菜的那位贾大厨说，这是餐厅刚开发的新菜。我稍微改良了一下，在家里还是别吃的那么浓油赤酱的了。此刻，我假惺惺地笑了，谢谢。坐在我们中间的一位长辈像是发现了什么，也或者他只是单纯的对保媒拉纤感兴趣。他说：要不要换下位置，让你们年轻人坐在一起啊？不用了。我讪讪，其实我们也不年轻了。长辈从善如流地说：那更要抓紧时间啊。长辈们好像很擅长使用抓紧这个词语，比如抓紧时间结婚，抓紧时间要个孩子。我捏筷子的手都要僵了。
好在赵继安笑了，他接话道：“阿姨，您别客气，其实我和郑云云只是认识而已，不怎么熟。阿姨锲而不舍，抓紧时间多聊聊，不就熟了？”众目睽睽之下，怎么抓？我低头解锁手机，回避尴尬对话的时间段里，刚好把工作群里的文件看了一遍。相信我，有时候闭嘴，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善举。然而赵继安有些不满，具体表现就是他跟我老爸提了辞职。我老爸真诚地挽留了他，具体措施就是涨工资。老爸还用了一个缓兵之计，他捏着眉心说：“小赵啊，我今天喝多了，咱们明天再谈，好不好？”赵继安答应了。他前脚出门，我爸后脚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：“云云，小赵要走，你得把他给我留下呀。”我怎么留？怎么留？我老爸略作沉吟，开始不讲理：“他不是你请回来的吗？你俩不是校友吗？我哪知道你怎么留？”他居然还耍赖，我不管。闺女，反正他现在要是撂挑子走了，我这血压还得升高。我忍不住发笑，打趣：“老爸，你得自立呀！这个帅老头还在耍赖，你先帮我这个忙，老爸以后再自立。”我还能说什么？我给赵继安发了条微信：“方便吗？”我上去了。是的，没错，他就住在我的楼上。当初他答应过来帮忙时，我为了表达合作诚意，也为了让他节省时间精力，尽快进入工作状态，我包办了他的一应生活小事。巧合的是，当时我正盘算着帮他租房子，一抬头就看见了单元门上新贴的招租启事，上面的胶水都还没干透。隔了一会儿，赵继安才回复：“我还没回去，你先别睡，等我。”这话说的怎么说呢？不能细品。赵继安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趴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了。我给他开门，语气里不无抱怨：“你怎么这么晚呢？我明天还得上班呢。”他抬手没轻没重地敲了一下我的脑袋：“谁不上班？你以为给你家扛活容易呀？”我关好门，跟在他身后打了个哈欠：“我爸说要给你涨工资。”“哎，你少要点。”赵继安回头看着我笑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？”“咋了？啥意思？”我随口问，给他倒了杯白开水。他皱了皱眉：“我不爱喝这个。已经很晚了，大兄弟，你只能喝这个。”他讨价还价：“那你给我加勺蜂蜜。”“行吧，真没办法。”我再次把水杯递给他，这回他满意了，眼睛里都是笑意。我坐下来问他：“你说说看，我怎么缺心眼儿了？”他喝了2口蜂蜜水，就将脑袋仰靠在沙发上，放松地长舒了一口气，还伸开2条长腿交叠着搭在茶几上。他拖长了音调：“老公挣钱给老婆花，你自己悟。那我也不能眼看着你赚我老爸的钱吧？”他还靠在沙发上，却快速地转脸看我，目光里噙满了得逞的笑意。真幼稚！我白了他一眼，没出息的再次脸红。我口误，我重说：“不用了，你的意思我都懂。”他抬手呼噜了一下我的脑袋，笑得眼睛都弯成了一条缝：“你呀，脸皮越来越薄，嘴巴越来越硬。”我不反驳，识趣的闭麦了。他拉扯了一下我的手腕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：“头疼，帮我按按。”我皱了皱眉，很想问他：“你脸这么大吗？”他不看我了，他扭过脑袋，闭上了眼睛：“
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行吧，居然敢威胁我，你等着。我站在他身后，手指在他的额头上一触即离。他的额头有点烫，好像却也不是发烧的热度。我忍不住抬手试了试自己脑袋上的温度。他倏地睁眼，轻声问：你干嘛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重新闭上了眼睛。没有，喝酒了就这样，你以后就习惯了。我这一向倒是习惯了他占些言语上的便宜。我给他按着太阳穴，中午我见你也没喝多少酒啊，怎么酒劲还没过？刚才不是又喝了吗？他低声说，有一桌客人是你爸的熟人，有个人说是你二舅，有个人说是你六叔，我可真是服了。你爸中午已经喝得不少了，我见他推不掉，只好代劳了。小时候我见惯了那种场面。他这样一说，我的鼻腔里就灌满了烟酒饭菜混合的复杂气息。对不起啊，我轻声说，我爸当年就是这样慢慢把餐厅做到现在的。我一直都记得他迎来送往的样子，说谦卑都是好听的，真的，想起来我心里都挺难受的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的身体也折腾得够呛。赵继安，以后能少喝，你也尽量少喝，最好能不喝就不喝吧。他应了一声，你后妈那人虽然擅长瞎指挥，但没什么坏心。不过他撒起娇来，你爸确实受不住。我捶了一下他的肩，别瞎说。赵继安笑了，你放心，就算以后我离开了，也会再给你爸找一个可靠的助手。我迟疑着，还是忍不住问，那你暂时不会走的，对吗？我爸希望你能留下来。那你呢？我也是。知道了。谢谢你，赵继安。我俯视着他的脸，他的眉毛和眼睛，鼻梁和嘴唇，直到下巴和喉结，以及衬衫衣领下半掩半露的锁骨。我收回了视线。等我再想开口时，发现他睡着了。我好几次都想把他推醒，可是手都放在他的肩膀上了，却又于心不忍。后来我狠心地将一条毛巾被盖在他身上，自己潇洒地上床睡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发现沙发上的那个人不见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的家。又过了半年，赵继安再次提出了辞职。这半年我过得实在顺心快乐，已经快要忘了某人每隔半年就想撂挑子的残酷现实。赵继安这一回似乎铁了心了，他还把他的一位学弟介绍给了我老爸。我很生气，很无语，很绝望，觉得天都要塌了。事发当天，没错，就是事发当天，赵继安有了接班人，悠悠闲闲的太阳老高就下班回家了。我回去时就看见他穿着家居服，一边听着歌一边在厨房里煲汤的身影。是的，我们俩现在连对方的家门钥匙都有了。我已经这么信任他了，可是他要走。他跟着音乐节奏摇头晃脑，还唱错了歌词，世间美好与你扑面而来。我忽然有些气笑不得，又有些心软。老天啊，他这个人可让我怎么办？我不跟他说话，也不抬眼看他，但他做的饭我还是要吃的。大概是在我爸身边待久了，我觉得他摇头叹息的样子和我爸神似。饭后收拾好了厨房，他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。这又把我气到了，我可真是不讲理。可我即使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仍对自己无能为力。赵继安再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
我还坐在阳台上发呆，身后通往客厅的那扇门半开着，切割出半明半暗的光影。怎么还不睡？他站在我身后，我们谈谈，好吗？我摇摇头。我抱着膝盖，将脑袋抵在了膝头上。你怎么那么倔呀？他俯下身来抱住了我。他说：你别这样，天又没塌。在他的温度里，我才发现自己全身冰凉，小臂上已经涌满了鸡皮疙瘩。他的气息和温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，我回报了他。天要塌就让它塌了吧。我还惹事地问了他一句废话，我就这么倔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他立刻用唇舌堵住了我的嘴。他的胸膛滚烫，安心又熨贴。我已经跟他赌气好几天了。我累了，想认栽了。他在我耳边低声问：你不想让我走，为什么不开口挽留我？你试试看啊。我不想回答。我把脸颊紧紧贴住了他的脸颊，于是他又吻住了我。我们拥抱着，磕磕绊绊地离开了阳台。我光着脚，地板有些凉，就踩在了他的脚背上。我昏头昏脑地把脑袋撞在了半开着的玻璃门上。他轻笑了一声，声音柔软得不像话，摸摸头，疼不疼？后来我问他：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回去洗澡了。你果然是有预谋的。他笑，预谋已久。第二天早上，天刚亮我就醒了。身边的男人睡得正香，被子也不好好盖，大半边身子都露在外面。清晨明亮的天光里，我觉得眼睛要瞎了，赶忙轻手轻脚地拉过被子给他盖上。我蹑手蹑脚地起身，抱着洗漱用品和要换的衣服，穿着睡衣跑去了他在楼上的房间。之后的一周，我没有跟他见面。于是在个周一的晨会上，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照片。其实我完全不担心那些照片，在看到自己难得一见的形象时，我的气恼不过源自于没脸了，又混合着我各种各样的复杂情绪。我将自己的脾气大、不讲理和小家子气表现得一览无余。当然了，还有我对他的依赖和不舍。快下班时，我给赵继安发了条微信：接我。他回：已经到了。一个想念的、喜欢的、刚刚有了肌肤之亲的男人，当靠近他的身侧5米时，已经有了那种目光没处放的欢喜羞涩和紧张压迫。在车里，他探身过来抱我，还拍了拍我的头。他说：好了，不生气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问他：你怎么还没走？他叹气：你这样闹脾气的话，我一辈子都走不了了。所以我到底要不要继续闹脾气？事实上，我已经忍不住想要展现我难得一见的柔情似水的一面了。我很头疼，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其实我明白，他执意离开我老爸的餐厅，是因为很多熟人已经默认他是我家的未来女婿了。可是他有自己的职业追求，而且他也不想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影响我老爸和我后妈之间的关系。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绕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就算我后妈目前心无芥蒂，也难保外面没有流言蜚语。只要我后妈对我老爸是真心实意的，他们的钱随他们折腾，我可以1分都不要。这里是18线小城，尽管我胸无大志，小富即安，生活的安逸快乐，但赵继安不一样，他来自1线城市。他在这里连一份满意的工作都不太好找，我怎么挽留他？我开不了口。可是，难道我要跟他走吗？我也不想走。在车上，
他问我去哪儿？回家。我哪里都不想去，任何地方对我都没有吸引力。我只想回家，我想抱着他，我想哭，想笑，想和以前那样，和他说很多很多废话。一进门，我就转身抱住了他。他笑话我这么着急，解锁新技能了。行吧，你说什么都对，说什么都有理。他轻咬我的耳朵，等会儿，我先把房门关上，关不关门也没啥用。我的手机在背包里声嘶力竭地叫。我领导。他说，你跑得倒挺快，没看群消息吗？回来开会。把我领导高领，就是高岭之花的那个高岭。这个杀千刀的，他带着我们4个人，居然把会开到了夜里10点。大家好不容易意见统一，敲定了细节。他提议要请我们吃夜宵。我腹诽，吃什么吃？吃云南白药都修复不了我心里的创伤。吃什么夜宵啊？再不回去，我老婆给我吃闭门羹是真的。男同事直言，大家都笑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好吧，居然一条消息都没有。回想一下，刚才他送我过来时，好像脸色就不太好。都这么晚了，他居然也不问问我什么时候结束，要不要接。行吧，都是快走的人了，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。和同事们一起下楼时，高岭问我，你怎么走？我顺路载你。是真的顺路，这不是杜撰。我笑了笑，好啊。赵继安，让你不管我。路上，我和高岭还在继续谈论刚才会议上的内容。不得不承认，他的想法向来新奇大胆，处理问题也总是利落果断，让我由衷地心生佩服。很快就到了我家小区门口，高岭却做出了一副有话想说又不太好说的样子。我的手指扣在车门把手上，问他怎么了？是不是打算明天给我放假？别做梦了。高岭笑了，明天咱们得出差，5点出发，你别又忘了。我应着，打开车门。一只脚都落在地上了，他叫了我一声，我只好又把脚缩回来了。高岭犹犹豫豫，吞吞吐吐，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间，在抬眼时，他的神情看起来像是打算毅然赴死。他问，你有没有想过调动一下工作？我怔住了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却说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我再问，为什么？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说，我会留意着，给你换一个待遇好，压力没那么大的工作岗位。我真心觉得，一旦离开办公室，我们俩的语言体系就像2条笔直的公路，不知道哪里才是交汇。我第3次发问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为什么？是我的工作让你不满意吗？不是啦。高岭脸上的毅然神色终于有了一线松动。他说，我是觉得2个人想要发展一下关系的话，还是别在一个部门比较好。今早开会时看见你的脸那么红，我差点忘了下句话想要说什么。原来是这样，妥妥的误会啊。回想起今早脸红的原因，我还能再脸红一波。我诚实地跟他说，其实我有男朋友。这几天我们俩在闹别扭，我心里有点乱。高岭皱了皱眉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认真地回想了一下时间线，大概从我找上赵继安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没安好心，而他同样不怀好意。因此，我索性回答，1年了。
高岭一脸的不可思议，你又不是大明星，藏那么深干嘛？我摊摊手，这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，也不足为外人道，但我好像用错了词语。我说一言难尽。他点点头，一副悟了的表情。他说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我赶忙摆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话还没说完，一辆车开着雪亮的大灯险险地擦车而过，高岭吓了一跳，醉鬼呀！我看着那辆车的车尾，自闭了。就赵继安走了，没有跟我告别。我出差3天半，回来时发现他只有出远门才拎着的小旅行箱不见了。就这样吧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一冲动就把他的联系方式全删了。可是看着他留在衣柜里的换季衣服，还有房间里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，我没出息的又把他添加回来了。会不会有那么一天，他联系我，请我帮忙将他的东西寄过去？周末回家的时候，我老爸提起了赵继安，我顿时觉得嘴里的水晶肘子不香了。据我老爸说，赵继安临走前跟他见过面。他说他那天晚上一直等在我们单位楼下，可是我下楼的时候却脚步没停地上了高岭的车。后来车停在小区门口，我也没下车。看吧，两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？我这样告诉自己。我努力平静着情绪，菜盘里的鹌鹑蛋却怎么都夹不上来。我小姨好贴心，她顺手就给我拿了一把勺子。老爸看着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闺女啊，你也不能太自私，你心疼老爸，可人家也有父母啊。咱家这种小城市，又离得这么远。”我打断老爸的话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：“那我跟他走吧？”老爸的眼神啊，不能细数。他低头数着碗里的米粒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可是你的工作也挺好的。”算了，工作算个屁呀！老爸轻易的就把自己的论点推翻了。他挥了挥手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走吧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，我老爸真可爱。我继续对付着水晶肘子，觉得我小姨的厨艺水平有些下滑了，不然我怎么味同嚼蜡？我不走。我抬手搂住了老爸的肩膀，我就自私了，怎么地吧？我就不信了，走了王屠夫就只能吃带毛猪了。粗鲁。老爸抖掉了我的手，低着头嘟哝：“你的手脏不脏啊？”可是我好难过呀。我不想让赵继安误会我，分手就好好的分，不行吗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，十分想，非常想，抑制不住的想。我给赵继安打了个电话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夏天快要过完了，你的衣柜里还有一些换季衣服，我给你寄过去吧。”赵继安笑了笑：“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？行吧。”我继续：“房租快到期了，我要退房了。”不是9月份到期吗？他说：“郑云云，你那么着急把我扫地出门吗？”就他这个理解力，我可真是无语了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是我的表达方式有问题。知错就改，我重来。11天了，赵继安，你好歹也该跟我报个平安吧。他可真是得寸进尺。他说11天了，郑云云，你好歹也该跟我解释一下吧。你真的需要解释吗？我需要的不是解释，是你的态度。我不想再用迂回战术了，绕来绕去的好累。我要直球进攻，我的语速很快，生怕一旦停顿就没了勇气。赵继安，你不在的这些天，我过得一点都不开心。
我很想你。他笑起来，你能不能慢点说话？好好叫我。我再次老脸一红，不由得扭捏，你的名字确实不太好叫。那就叫老公吧，试试看能不能咬了舌头。这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呀。估计他也没做好准备，于是蹩脚的调情就这样浅尝辄止了。再过个3-5天就回去了。他说：郑云云，再让我看见你和同事在一起磨磨唧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答应了，态度无比之好。因为对我来说，他这句话的有效价值基本存在于前半句。还天天坐在一个办公室，眉来眼去的，我想想就生气。没什么来，眼什么去，瞎说。我是把车停得有点远了，你不会找，不会打电话，走的那叫一个快。我继续示弱，我错了，行吗？他的声音里有了笑意，行吧。受不了你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受不了，所以才得回来呀。他说，你的天线是不是掉了？怎么总接收不到我的信号？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可没少损我，大成口舌之快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不就是想要我的态度吗？我给。只是我一直忍着没问他对于未来的打算。不过我也想开了，未来是什么？不过是脚下的每一步路。我目光短浅，看不到远方，只好努力把握当下。赵继安回来的那天下午，阴天，办公室里亮着灯。又是周一，我忙得连手机消息提醒也没听见。隔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到他发来的微信，我到了。我的眼眶一热，正常下班，你接我。我在楼下。那你把车停得显眼一些，我的眼睛是用来喘气儿的。没地儿停。我站得显眼点儿，行吗？那你做好被扑倒的准备了吗？天还没黑，你矜持点。想哪儿去了？又过度解读，我说的是字面意思，好不好？那天在回家路上，他问我，你要不要先查看一下工作群消息？我笑，查看过了。确定？确定。那天他告诉我，他在临市找了一份工作，他问车程1小时40分钟，行吗？一个企业集团，业务规模当然远非我家餐厅可比，何况他不喜欢经营餐厅，我也不喜欢。他已经努力做到兼顾了，除了抱紧他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幸福这件事啊，如果你想要长久地拥有它，不但需要一点好运气，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分寸感和感恩之心。对了，是时候说说照片的事儿了，不是不可描述的那一种了。全是我的丑照，来自他捕捉的许多个瞬间。吃饭被烫到时的龇牙歪嘴翻白眼，被段子笑得面目模糊，跳过雨天水洼时的小短腿儿，被烤箱里的鸡蛋爆炸声吓得缩着脖子尽显猥琐，以及躺在沙发上不小心睡着了，头发糊了，满脸活像一只鬼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拍这些破玩意儿，他的回答成功的让我再次闭麦了。他说，我倒是想拍点劲爆的，问题是我忙着呢。腾不出手，全文完。